大家好，正如各位所见，我现在在帮我的电瓶充电。然后一个好消息是，有没有看到？我在前几篇我有讲到我的车，结果是因为第三缸的系导线出问题，然后导致整个点火系统都不正常。那在那篇里面，我是先换上了原厂1.6的烤耳，然后下去试，结果是烤耳，我有说是点火系统出问题，但是烤耳还是系导线出问题，烤耳还是系导线出问题，我不清楚。所以这次我找到我之前留下来的原厂系导线，这个好像是喜美的。那我刚刚有试发，因为我现在在充电，所以我现在不能发动给各位看。我第三缸我先装上以前的喜美的系导线，原厂系导线，然后下去测试，我的烤耳是好的，然后确定是系导线出问题。整个发动就很顺畅。那1.8烤耳好险没有换。那今天就是借这个机会，我们来聊一聊点火系统。基本上来说，我在前几篇我有用电表下去测量它的阻值。因为毕竟电子方面我不是很懂，然后我有说这只能做一个依据，去做个比较的依据。那基本上像在量系导线的时候，就是一头插到接点火头这边嘛，然后一头就连接烤火这边，然后阻值档打到20K 这边。这一条是3.58，但是有一点就是系导线这个东西会因为它的线的长短而有所差别。你看哦，这条这么短，刚刚是测3点多，然后我找一条长的，我们来量长的。长的就变成是6点多，那所以说，基本上系导线，除非你有比较正确的方式，就是专门的知识可以去评断它的阻值以外，要不然我们一般人可能用电表下去量系导线，我们只能量看看它有没有断线而已。像我原来的系导线这一条是我原来的系导线，第三缸的那一条，我们再量量看。因为那天我后面有补拍嘛，就变一天都黑了，我才发现那个手机被我拍一下，电源线掉，手机就自己关机了。那今天这个也算是补拍。有没有都接上去了？问题是没有阻值出现，那就是这一条断线引起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人自己在测量系导线的话，只能去测量说它有没有断线而已，而没办法去测量说一条系导线的好坏与否。这个可能需要用比较专业的仪器啊。那再讲火星塞。火星塞正常来说，在机车的点火系统那一片里面，我有讲到有 R 值的，就是有阻值的火星塞。那其实任何物体或多或少都会有阻值在，只是它的高或低而已。那像以正常来讲，一颗正常的火星塞有 R 值的，有 R 的火星塞，它的阻值应该在5上下。
有没有？这一颗是4.14，可能还在正常范围内。这颗是我之前进站的，然后这颗是汽车的1合金的。好像电表的碳比有点问题。不好测。有没有？这一颗就是5.09，都在正常范围内。偏离多少可能就是要看各个厂家的依据啦。这个我不是专业，我没办法跟各位解释。那我记得我之前看火星塞官网上面有讲到说，其实有没有阻值对性能的表现是没有差异在。正常来说，电阻越高，它可能产生的干扰就会越大。那基本上会使用到 R 级的，都是电子喷射车，或者说你车上的电子零件比较多的车种，都是要建议使用 R 值的，因为毕竟火星塞打出来的都是高压电，就是12V 经过烤耳的放大，然后就会变成高压电去产生点火。那高压电的过程中，其实像细导线，很多细导线都会标榜它们是低干扰，因为高压电它会产生的干扰，其实我是没有碰过这种状况啦，只是印象中在官网或者说很多说明上都会有提到说干扰的问题。那到底点火线圈的高压干扰对车子会有什么影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听人家讲过说可能像电子码表，你可能电子码表的数据会乱跳，或者说以汽车来讲好了，我曾经碰过就朋友的车，他开得越快，他的音响，他的收音机，他车上的音响就有一个类似吹口哨的声音，那个就应该就是算是干扰的一种。他那一台好像之前就是不知道哪里在漏电啊，会引起这个干扰。所以说，火星塞点火系统，不管汽车、摩托车，我们一般自己在家做检查的时候，就像刚刚讲到的，短的线它的阻抗会比较小，你长的线它的阻抗就会越大。问题是，如果是2条一样长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就尽量选择阻抗比较小的那一条做优先。然后再来就是测量细导线它有没有断线，就像刚刚给各位看的，我的3缸就是断线，它量不到任何阻值，就无限大，没有导通。那以烤耳来说的话，烤耳我印象中，除非有通电才能去测量。问题是，烤耳出来的是高压电，一般电表能不能承受得住？我自己也没试过，所以我就不解释这个东西。这个可能有比较专业的人会讲。那再来就是火星塞，就像刚刚讲的，火星塞我们尽量选择就是有 R 值的。有 R 值的火星塞，我们就是可以去测量它的阻值，你不要偏离5。正常来讲，火星塞有 R 值的火星塞，它的阻抗都在5左右。所以说，我们自己在测量的话，就是尽量找5上下，不要偏离太多。然后单缸车是还好，单缸车就是选择1颗就好了。那如果是4缸车或者是多缸车的话，就是尽量选择它的阻值相近的，你不要说1颗4、1颗7，
这样就可能会不好啦，对点火效率上可能会有所影响。那再来就是，其实点火系统也算是电力系统中的一环。那就像我这一次，我今天就是在帮我的电瓶。其实说实在话，我的电瓶真的很久了。其实我电瓶我也不是买新的。我印象中我之前有介绍这一颗不知道也好几年了，最少5年以上有了。所以今天我是借这个机会，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事情，我没办法出去试车，所以我大致去测试我的车。我把3缸的细导线换完以后，我今天主要就是要测试我的烤耳有没有坏掉。而且说实在话，我那天出去试车，装1.6的烤耳，原厂烤耳下去跑，真的那个感觉就很一般。就一点冲力都没有，可能装1.8开久了，你突然改回来，真的有那个差别在。可能很多人说那是心理影响啊，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属于开车比较敏感的人，你还是会去感受到那个差异在。那电瓶的话，我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看啦，如果还蛮新的话，可能半年1年，给它做一次完整的充电，就是把它充到饱。像我这一台是有显示的，它会显示你充了多少。我现在充了90%。那以铅酸电瓶来讲的话，其实以很多厨电系统，像我介绍18650跟铅酸电瓶、锂电池跟铅酸电瓶，我就会讲到，尽量不要过充或过放，因为这个真的对电池都不是好事情。然后今天就是尽量想办法，尽量让它能够充饱，然后它电瓶这种东西在充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热，只是它的热度是微温还是温温的，还是会烫，这个就有差别。如果基本上你的电瓶你在充的时候你去摸它，如果电瓶的温度偏高比温高一点的话，那真的这个电瓶可能内部的内阻也有比较大，因为毕竟电瓶这种东西你要有内阻剂下去测会比较准。然后之前在介绍电瓶的影片，我有讲到就是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何用3用电表去得知你的电瓶的是否还堪用。就是你在发动的时候，发动之前，先把3用电表插上去，然后你去观察发动的时候，它那个电瓶的压降。如果压降太大，那电瓶也是比较不好了。对了，还有一点就是，像我们这型车，你如果升级为1.8卡尔，你势必你的细导线一定要跟动。那你可以看到，像我装喜美的就很高，整个都突出胶挂了，整个都突出气门室盖很多。这只是暂时，我只能做暂时的这样子先这样子处置啦。因为我主要就是要测试烤耳没有坏而已。那像细导线的选择，我看一下，像这个有点类似，这个好像是 Lancer 的99到01，大概那几代的 Lancer 在用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提耶瓦135原厂的那个烤耳跟细导线，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长短差很多。其实你要留用其他车的
细导线的话，主要的选择就是你要去看。其实你看，像这种专车专用的，它这边的长短都会不一样，因为毕竟是专车专用，它确定就是一定插下去一定能用。然后像改装细导线的话也是一样，你如果是买那种专车专用的改装细导线，这也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改装的细导线上。你看哦，以这一条细导线来讲，因为毕竟汽车火星塞的设计都是一样，可能除了现在新型的就没有这个头，它是整个是平的，然后这个牙，但是说实在话，这个头的长短好像差异都不大，所以导致细导线的设计这边都是差不多的。然后装上去就还有这个空间，然后我本来的细导线也是差不多，所以说然后这条西美的有没有？这边的空间其实都不会差太多。如果你要留用其他车辆的细导线，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选择这个的长度，因为这个每一台车的气缸上盖跟胶管那边的设计都会有不同，所以会导致它这边会有长短在。像以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喜美的，像这个我们要留用就会跟我现在车上的那个一样，会高很多。所以当初会选择这个，就是因为它比较短，它的长度没有差很多，有没有？跟我们原来的细导线没有差很多。因为这个我记得这一条好像是也是福特的 Metro Star 的，它的长短是差不多，点火头的部分，所以留用上是没问题。只是这边有做了修改，每台车的那个火星塞那个洞，它的大小也是有差别。然后最后的重点就是，你在选择留用火星塞的时候，你先去看一下你的烤耳，这边，你烤耳的头这边，你看哦，像这个福特的 Metro Star 跟喜美的跟 Lancer 的，有没有看到三个头都不一样？我印象中这个头跟我们原厂的烤耳，它的这个头的大小是差不多，所以插下去它的接触面积会比较大，它的导电性也会比较好。然后像Metro Star的这个，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它好像就是靠这个三角形的铁丝，弹性铁丝去做固定而已，所以可能它就只有这个三角形的在做接触，所以留用其他车辆的细导线，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这个头，你插烤耳的这个头，你的烤耳如果上面的洞是大洞的话，尽量选择这一种。它插下去的时候，它整个接触面积也会比较良好，比较宽，然后相对的可能导电性就会比较好。那如果像其实一般车辆平时的话，你也可以去看，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如果你常拔来拔去的话，拔久这个会越压越小，久了它可能就会比原来的那个烤火上面的那个洞小太多，它就会比较有晃动。它没有接触的地方就会形成跳火，这个也会导致它的阻抗升高，
所以说可以的话就稍微检查一下，稍微扳宽一点点再插下去，确保这边这个头跟卡尔它的那个接点那个头可以完全密合，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点火效率保持正常，不会说有过高的阻抗出现。然后清洁也是一样，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可能清火星塞，或者说，在整理点火线圈、点火系统这方面的话，我可能就会稍微的去清洁一下，可能里面喷点润滑剂啊，或者说电子节点复活剂喷进去。因为毕竟这种高压电在打久了，它上面一定会都有一些类似氧化物的东西，像这个也是一样。像我自己，我是都会有机会啦，我会做清洁，像稍微看一看啊，刷一刷，然后装之前就喷点电子复活剂啊，或者润滑剂都可以，微量就好，就确保它不要有脏污或者那种氧化物出现。好啦，那今天这个简单的汽车点火系统气导线的断线检查、火星塞的阻值检查，然后在留用他牌气导线的时候该注意的一些小地方的介绍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